有一点浅显易懂的感觉。这个皮脂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等等，哇，就真的很专业。这个啦，还是这个啦，还是这个呢？是的，他说他爱科润一辈子，就像我们爱你一样。外油内干，科润真的很棒，所以大家这次要好好看直播喽。欢迎你，嗨，丽丽，嗨，好久不见。你好，你好，我们先来跟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科润全球品牌代言人程毅，非常开心来到科润的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啦。我们也非常开心，再一次欢迎程毅。4月的时候，程毅和科润携手溯源了科润的研究开发中心。我想先请你来和我们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收获吗？那么这一次收获是真的很深刻。因为也是第一次去了花王的研究中心，让我对科润的品牌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因为去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因为我没有去过，也一直以来就抱着一个好奇，说一个产品持续做神经酰胺护理一直研究了40年，我就觉得他的专业、他的认真、他的态度，我说，因为老师也常常说，就小艺你为什么演戏可能坚持10几年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看到科润他对品牌的坚持和认真，原来他一直在突破，包括敏感肌的问题啊，也是让我觉得科润对安全性和把控性专业度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你看到现在说起来还是如数家珍，所以看起来真的是印象深刻。今天也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在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 ？OK， 好。我们也知道科润一直都是专注研究干燥性敏感肌肤的，40年来科润研究的是敏感肌背后的各种可能性，他也希望让每一个敏感肌问题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很厉害了，很厉害了。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要想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是有隐藏任务的啊。具体的规则，相信关注我们科润官方账号的小伙伴们应该已经都知道了。任务答案就在我们代言人的一举一动之中。提醒各位，截图参与有大奖，所以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赶紧快点一起加入进来吧。所以大家这次要好好看直播喽。相信细心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今天我们直播间的背景墙有点不同。我先来考一考屏幕前的大家，刚才有没有认真听讲？知不知道上面的 MJTI 是什么？可以把答案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同时，我也想考一考程毅，你知道吗？那肯定是和皮肤有关系了。你是怎么猜出来的？因为你都说的这么明显了，因为这上面都是关于我们皮肤的问题，对，关于皮肤的问题。而且敏肌刚才说了，MJ 就是敏肌的拼音首字母缩写，对不对？那我们科润专注研究了多种敏感肌的分型，那么并且在我们品牌的官方平台也发布了解锁你的 MJTI 敏肌图鉴的活动，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科润官方账号去测一测，看看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敏感肌，精准护肤不踩雷。是不是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特别有意思。那你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背景板上区分了4大区域，有这个红油鉴定科、油光分类科、洪荒预警科，还有干燥核验科。它们分别代表了敏感肌的不同分型。看完以后是什么感觉？就是让我觉得科润一直以来对大家皮肤的问题，就是可能一直以来在做吧。比如说，就是说，我可能是有泛红了，可能比方太阳晒了，那晒完大家都知道，太阳晒了1天，那你皮肤肯定会红，那红了，你针对你的问题是什么？那就需要他们不断的去突破。我上次也去了这个研究中心。这是这个问题，他们对于一个这个问题，这个产品研发很多年，你包括其实有人说你可能会不会，外油内干了，今天有说的，你皮肤如果油，如果里面是干，那应该怎么办？可能对另外一个产品也会找到你自己适合的。你比方说可能起痘痘了，你比方说可能是饮食的问题啊，可能是睡眠的问题啊，都会有一些皮肤的问题。那么根据皮肤的问题，科润也一直在认真专业去突破，也一直以来在做。我觉得大家
也是用过科润很多产品的类型，也会找到自己适合的。所以科润对于敏感肌分的真的很细，对不对？是的，是的，很厉害。而且我觉得我也很好奇，就是我自己属于什么分型？我刚刚在直播开始之前已经做过几题了，当然还剩几题，我就能算出我的这个肌肤，我的 MJTI 是什么结果了。我来测测看啊。哎，你猜我是哪一个？我这不知道。我来揭晓一下啊，来，原来我是自在发光体。发光啊？是，就是什么闪耀的灯球，是不是？就是这个还说的挺形象的发光体。因为弟弟皮肤真的挺好。你觉得是因为我的皮肤会发光的感觉，但其实他说的是脸挺容易出油的。但是关于这个油性肌肤的分型呢，除了像我这样单纯出油之外，还有一些人他会伴有一些敏感泛红的现象。这个也看到过，比如说自己身边的朋友，比如说我拍戏的过程当中，也会，比如说自己有一些小问题，或者工作人员也能看得出来，大家日晒雨淋，他们更辛苦，也看到他们晒了一天，真的就是肌肤会出了一些问题，暗沉也会有，对，油也会有，甚至也会有些过敏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科润一直能解决肌肤的问题。哎，那要分清楚自己的类型，比如你刚刚说到的，在片场熬夜呀，然后白天又是阳光直射的情况，你看看这个，当红油画家，你看敏感、油性、泛红，是不是这个形容的还挺全面的？那程毅作为我们科润的代言人，你对于这种泛红、出油、敏感的问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今天我们来了一位绝世高手哦。那我们赶紧邀请他上场好不好？好，在哪里？在哪里？马上出来了，水伟老师。来看这里。哦，哇，这面墙原来另有玄机。我们看一下。哇塞！哇，这个，来，你捧着这个就是有点去探宝的感觉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宝箱当中，哇，请程毅帮我拿出来。这个先给大家拿个第一个水，升级了。因为之前是舒缓。爽肤水，这个呢是调理修护爽肤水。好，还有一个这个眼霜，好，这就是我们的科润新品清灵弹润调理修护系列。所以解决油敏红问题的高手就是他，对吗？今天高人只有他吗？对，因为这个还有幕后有位高人，就是一位老师来和我们讲解一下产品背后的故事。哎，要知道它怎么用，那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老朋友花王研发中心刘总监，欢迎刘总监。程毅你好，又见面了。老师好，又见面了。好，我们先请刘总监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我们刚刚有聊到了这个油敏红的问题，刘总监。对，油敏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皮肤屏障受损的敏感性皮肤，然后又额外增加一个出油的问题。那消费者有的时候也会称之为外油内干。外油内干，对，有一点浅显易懂的感觉。对，就是顾名思义，外油内干。你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刘总监，就是因为我知道，程毅跟我们一样都非常的好奇，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会出现外油内干的状态呢？对，其实外油的话，我们很容易理解，对不对？刚才也提到，自在发光体是不是？所以皮肤表面会有很多这个油脂分泌，尤其 T 区，那会这种油光，而且化妆的时候会容易脱妆啊，或者是卡粉。那内干呢，其实我们这里不单单指的是干燥。其实还有一层深意，就是指皮肤屏障受损。因为皮肤屏障受损之后呢，我们的皮肤水分很难在皮肤里保留，所以特别容易挥发，那就更容易出现这种干燥啊、泛红啊、敏感的状态。所以针对这类人，其实要解决他的一个皮肤问题的话，除了出油的问题解决之外，还要解决皮肤屏障受损的问题。那我自己的话，一般是用就是洗净力比较强的洁面产品，然后再搭配一个控油的水乳。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您的做法是一样的，但其实呢，单单控油是不够的，因为其实我们调研发现，还是有一部分消费者会有过度清洁，就是你过度清洁，对，洗得太干净的话，因为我们的屏障本身就比较脆弱，那这种脆弱的屏障暴露在皮肤，会有更多的一个肌肤问题的一个出现。那我们接下来就上这个道具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好的。这是我们的这个皮脂膜的道具，
这个是我们皮肤表皮的一个横断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上到下是我们的角质层、颗粒层、有极层和基底层。那其实，在上面还有隐藏的一层。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我们叫它皮脂膜，看得到吗？你看皮脂膜，你看这里有一条这个粉色的线。这个皮脂膜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对，其实皮脂膜我们也会叫它水脂膜，就是因为它的成分呢是包含我们皮脂腺分泌的皮脂，以及汗腺分泌的汗液，还有角质层细胞崩解的一些脂质的一个混合物，在我们皮肤最表面这个留存。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道防线，可以。刚刚听刘老师这么说呢，那皮脂膜是非常重要的。对的，对的。其实大家其实还要非常要注意的。是的。那刘老师，你的意思就是外油内干的人群，其实比起单纯的控油，更要去注意保护我们的皮脂膜，对不对？对的。其实刚才说到，针对敏感性皮肤来说，如果我们洗得太干净反而不好，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就是不单单从量上面去调理，我们更多的是调理皮质的一个质，就是真的很专业。对的，所以我们市场不同是准备了这个模型，可以大家一起演示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好的。非常想看了。好的，我们这个蓝色呢，其实模拟的就是脂肪酶，所以脂肪酶它是有活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小，对，那它就会使我们的甘油三酯进行水解，形成不饱和脂肪酸。那我们可以看到皮肤它就会产生炎症，那看上去泛红。那这个岂不是就是让皮肤就更脆弱了？对的，哎，你说的非常棒，课代表，这是我的下一步操作。你看到这个皮肤屏障的砖墙结构，你看到吗？你看这儿，你看这儿，你看它本来是就是很整齐的排列在这儿，这个就是我们皮肤对的对的砖墙，然后它别东西进不来，然后一旦不平衡，哎，就这样了。漏洞百出。对，所以外部刺激很容易穿透，然后伤害我们的一个皮肤。好形象哦！其实越要对皮肤有更深层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对自己的皮肤有一定的认知，有一定的了解，那我就相信就是你知道用什么样的产品对你的皮肤就是有更好的效果。对，所以就不能说有病乱投医了。对的，其实你自己的认知是很重要的。你得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那知道问题以后，想问问老师，我们要怎么来改善呢？对，所以我们这次全新开发的皮脂调理的一个系列呢，就使用了我们的植物羟氨醇和皮脂调节因子。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黄色的球来代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哎，对，可以放上去。那它的一个作用呢，就是精准的去抑制我们的一个脂肪酶的活性。它一旦靠近，那它的一个活性就会下降。哎，你想不想玩一下这个？哇！你要试一下吗？这样。哎，你把它先打起来，然后按这个，你看，它过来了，问题解决了，按红的。好，我会把这撑爆嘛。哎，它的活性就被降低了。对的。哇！这不能让它再大了，再大了你的皮肤就问题很严重了。对，是的。当这个黄色的接近的时候，问题就没有了。对，它的活性就被抑制了。这样的话，甘油三酯就会稳定的存在，那一直起到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哇，那我们这边的砖墙是不是就回去了？对，刚才是紊乱了，对不对？所以就慢慢回到一个又比较完整的一个状态。然后红灯是不是也没有了？哎，也没有了。对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容易理解一些？很厉害，棒的。哎，所以我们科润6月上市的调理修护系列，就是作用于帮助外油内干人群改善油敏红问题的新产品，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在我手上的这个，对不对？是不是，刘总监？对，所以针对这种外油内干的人来说呢，我们因为刚才提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水分无法锁住。那一般的化妆水呢，其实它很难的一个渗透，所以停留在皮肤表面的话，其实它对于内部干燥的一个改善呢是有限的。所以今天除了刚才说的一个技术之外，我们也准备了另外一个道具，来展示我们皮脂调理水的一个作用。哎，这个道具我已经给大家摆好了。对，我们要怎么操作呢？我们现在这个量筒里面其实都是左边是我们的科润的皮脂调理水，那右边是一般的化妆水。那两位可以把海绵同时放到我们的水里面看一下它的表现是怎么样。请放一个代言人来放科润的。哎，好，哎，老师你喊1、2、3，我们放。2、1，红。哇塞，你看我这个
直线下去了。对，它的渗透力非常的好。我这个怎么下不去？对对，完全没有反应的感觉。是，就是大家能够肉眼看到海绵的变化，就是到了普通化妆水的海绵渗透缓慢，而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诚意放下去的，到了科润这款爽肤水的海绵，可以直接看到渗透力非常好啊。对的，这就是我们独特的一个制剂技术，它可以快速的渗透到角质层，再配合我们的神经酰胺功能成分来改善皮肤屏障的同时，能够改善内部干燥的一个问题。要特别感谢我们刘总监的分享，解读的很细致又容易听懂，可以说让我们受益匪浅。谢谢。刘老师非常感谢了，因为让我对皮肤有皮脂膜，让我也对有更深刻的了解。因为我觉得刚刚也说到，就是老师说的，自己有一定的认知，只有你自己对自己的皮肤有一定的了解了之后，那么我相信，比如说有这些问题，那你们就会针对什么样的产品，尤其科润了，它里面有舒缓的，包括我们今天要说的是那个调理，对，因为也是今天我也得去试一试，因为我之前试过了一段时间。就让他对这个产品了之后，它能改善你肌肤什么问题？所以用对产品有的时候会事半功倍。我们来总结一下，科润首发皮脂调理技术能够稳固我们的皮脂膜，有效改善外油内干引起的油敏红的问题。当然，我们干敏肌的朋友也有很好的选择，可以使用我们的流光血红系列，专门针对我们的干敏肌，有效的改善干红纹的问题。我们要再次感谢刘总监，请您稍事休息。谢谢您，谢谢。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提到的这个敏肌分型。哥，到目前为止，你看一看这里，我们刚刚揭晓了自在发光体还有当红油画家这2种肌肤类型。大家再看这边偏油区域呢，还有热血油肌手。简单来说呢，就是屏障厚实，但是油脂分泌比较多，有一些炎症反应导致脸部的泛红。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T 区油等生。就是我们的这个 T 字部分，这个就更简单了。字面意思来看呢 ，T 区皮脂分泌过剩，典型的混油型的肌肤。那你知道剩下的这个分型的大类吗？那现在只有2个了，一个是高原红人，还有沙漠易碎小饼干，还有小心肝，对吧？小心肝这几个在一块儿就是洪荒玉锦科和干燥荷叶科这2个。从象限上来看，应该是肤质比较偏干的类型。对不对？那我们从上往下看，刚刚说到的高原红人，它是指皮肤比较耐受，但是会有干燥和紧绷的问题。风吹日晒之下，脸颊时常容易泛红，就像你刚刚说到的拍戏的时候，对不对？还有呢，洪荒的沙漠就是我们常说的洪荒肌，皮肤会有敏感、干燥、泛红的问题。所以我们去年上市的新品真的是洪荒肌，对吧？那易碎的小饼干，我们这里要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指肌肤缺水，容易紧绷干涩，这样的肌肤状态呢很难抵挡外界的刺激。而小心肝，特别可爱的一个名字吧，但是你看问题也很多，是指那些皮肤缺水、容易干燥紧绷起皮的皮肤。其实啊，刚刚也听你弟弟说了这么多，也听刘老师说了这么多，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弟弟，请问，就是因为可能科润大家都知道，一直来解决大家皮肤的问题，那么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就有人没有皮肤的问题吗？那就是很让人嫉妒了。是不是？就是遗传的好，基因好，爸爸妈妈给的好。也许这个人他其实皮肤就是很好，对不对？你也不能说人家皮肤很好，我们就一定要说人家有问题，说人家有问题。这是一个好问题呀。我们还有一个隐藏款呢。屏障健康、肤色匀净、水油平衡的好肤质，它就叫天选好皮。哇塞！那我们邀请陈毅跟我们一起把天选好皮贴上，好不好？好，它在哪呢？它肯定在中间呀，这里，对吧？你都说了，它没有任何问题。希望大家都是天选好皮。谢谢你的祝福，这个祝福很受用了。我觉得你看，我们看到这个9大敏肌图鉴全部都已经公开了，还没有做过的小伙伴可以到我们的科润官方搜索进行测试。直播间的大家，请在我们评论区积极分享我们 MGTI 的测试结果或者感想，可以给我们。那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上课上完了，是不是得考考试？来吧，来吧。好，我们现在来考考你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好，来，既然我们已经揭晓了这3种类型，你也看，开始复习了，是吧？复习一下。行，那你看到这些图钉了，我手上的这根线，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把正确的信息连起来。好，你来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让屏幕前的大家跟我们一块儿来做这道题，就是
你觉得有哪个，然后就把它绕图钉一圈，好，我们一直到那边，好吗？来，把线交给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易碎。天哥，答案都写了，这也都在这，对，再接着来绕一下。好，我们再看一下，那肌肤该怎么解决它呢？我觉得保湿补水肯定要的吧？那肯定的。好，然后好，再接着来。那你觉得下面的这个要不要？那就是这个了。下面的这个要不要？下面的哪个？下面的这个补充神经酰胺，修复屏障。那也得要，必须要一下。那最后连接的是。这个啦，还是这个啦，还是这个呢？啊，不是，我想问问你们，就这个呢？这个呢？那肯定是这个啦。猝不及防的考验啊！对吧？好，那这个蓝线如果确定了，就可以把它放在板的后面。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已经来好了。OK， 哇，这个连上去感觉就是，有没有一种成就感？也挺有的。有的吧？我们把3根都连在一块儿，好不好？来，我们再看一看，接下来我们连那个洪荒的沙漠。洪荒的沙漠怎么样？来。洪荒的沙漠，洪荒的沙漠，我觉得首先，这个紫色那边啊，洪荒预警科，反正肯定是这儿了。那我们就先看看它的特点是什么。那我觉得这洪荒容易敏感，那肯定得有。那容易敏感也肯定是缺水呗。那肯定也有呗，也是泛红难以消退，也有呗。那连呗，都连了。对，有就都得连一下。这儿一个，这个好。哎，这儿一个，这一个 ，OK，这儿刚也说到有，好，然后这个送分题嘛，洪荒预警科，好，哟，然后接下来肌肤对策该怎么解决呢？那我觉得保湿补水肯定是要的吧，那你觉得神经酰胺，我们科润能没有吗？那肯定得有，必须得有啊，神经酰胺，对，然后保湿补水，最后肯定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舒缓去红，哎，那最后它对应的肯定就是只有2个了，大家觉得是哪个？你觉得是上面那个还是下面那个呢？你觉得是？我觉得下面这个它肯定是它能帮我们那个修红嘛，对不对？上面的这个是帮我们调理嘛，哎，包括补充神经酰胺，那肯定是这个啦。哎，好，我们紫色也固定了。好，来，哎呦。就感觉你拍戏的时候有那种就是分析案情或者什么，也会有这种树状图吧？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了，还抢答了呢。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和它的终点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来吧，哥，来吧，来，我们看一下，先分析一下好不好？当红油画家了，对，当红油画家，你这儿肯定是红油鉴定科呗，对吧？那它的肌肤特点，脸颊干，泛红难以消退，T 区油，对。泛红难以消退，干燥紧绷易敏感，都有啊，属于主打一个要啥有啥，都是问题。主打一个要啥有啥，都是问题，都是问题，都得解决。有问题找科润，解决找科润。好，然后这个，好，哇塞，哇，好，我们到这儿了，再来看一下肌肤对策是什么了。我觉得这题啊，我们换个思路。我们也不看后面了，我也不看后面了。既然它4个特点全都有，那就把4个特点全都给圈上。会抢答了，来走，对不对？好的，好的。舒缓去红，补充神经酰胺，修复屏障，然后保湿补水，调节水油，优化皮脂膜，最后它通向的是噔噔噔噔噔，我们的修护线。好，来。让我们恭喜程毅回答正确，特别感谢，我们俩一起啊，弟弟啊，必须打满分，打满分，是不是？当然了，我们刚才对应的每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了，你的肌肤特点是什么，然后它的对策是什么。了解完了我们的这个 MJTI 之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移步到我们的科学档案馆，一起来继续深入了解一下我们科润的品牌实力，好不好 ？OK， 来，有请这边。在这个区域，你能看到很多的这个文件夹，分别是时间档案、成分档案，还有我们的产品档案。那我们先来随机抽取一下，一探究竟啊！我先来抽一张。我们看这一张。第一个关键时间365天，
科润品牌产品覆盖其实非常全，从儿童到成人全年龄段都适配，不管是我们的面部还是其他皮肤，365天全天候能为大家来提供专业解决的方案。听上去是不是365天？全年龄段全天候，这个必须要点赞了啊！点赞。好，那我们请陈玉来抽取第2张，好不好？我来抽啊。来抽一个呢，1、2、3、4、5、6。哎，那我就抽这个吧。好，先抽这个。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24年，科润关注到中国消费者特有的一些泛红敏感问题无法得到改善。那针对这种干红纹的问题呢，提出了全新的概念，叫做洪荒肌。洪荒肌，这个我们也非常的熟悉了。那2025年，科润专门针对中国消费者的洪荒肌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发，不仅推出了洪荒肌白皮书，也同步推出了针对性改善干红纹问题的流光修红瓶。2026年呢，科润继续开拓护肤赛道，将专业的护肤体系延伸到了敏感肌的范畴、油敏肌的范畴啊，开发出了专门针对外油内干肤质的皮脂新品，为洪荒肌提供了更全面的应对方案。太全面了，非常全面。是，那我来看一下第3章。好。第3章呢是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我们可以跟陈毅一起来看一下。1985年，花王研发人员率先发现了神经酰胺在肌肤屏障当中的保湿和平护作用。1987年，花王成功研发了神经酰胺功能物质，率先把它作为护肤品的配方来使用，并且研发了含足量神经酰胺物质的面霜。40多年的研究啊，对不对？专业。是的。那在第1排的档案袋，我们归纳了科润的品牌发展历史。那第2排是成分档案，我们也随机来抽取一下。我选一个啊。我就选这个。好，我们看一看。陈毅抽到的是花王专研的神经酰胺功能物质。那科润的经典面霜当中，足量添加了16倍神经酰胺功能物质，能够更高效的帮助我们修护肌肤屏障、补水保湿，打好肌肤的基础，换季、泛红、过敏都能发挥作用。是的，是我们科润品牌的核心配方。所以这一系列听下来，会觉得科润真的很棒。是。那上面2个环节，我们公开了9大敏肌图鉴，翻阅了我们的品牌档案，我们继续往前走。来，有请。哇，这好长的一封信的感觉，而且你仔细看一下上面那些留言，就是都是和科润还有我们的代言人陈毅有关的内容。那我交给你一个任务，收集这些关键词，然后贴在我手上的这个道具牌上。挑战。好，来把它贴上来。OK， 这是第1条啊，不仅是干皮，现在还针对了外油内干的问题，科润也有了解决方案。我们来看第2条。专业。好，你看设计了一个 MGTI，这得多专业，这么细致，对不对？好，那接下来认真。好，已经有3个了。来，我们再看，来，空瓶无数。哇，他说他爱科润一辈子，就像我们爱你一样。好，4个我们已经看了，挑战、专业、认真、安心。我们收集完这4个关键词，我觉得这也是我们4月溯源时候所发现的科润的特质一样，又延续到了这一次。我们在接下来就请陈毅入座，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4个词对你的意义，好不好？来，有请。我们先来说一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你一直在突破自己，然后尝试新的角色，所以想问问你，今年最大的或者是你最想尝试的挑战是什么？其实也不敢说挑战了，因为，每一次的角色对我来说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状态，尤其现在拍这部戏《受谎》，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新鲜感和新奇感，那么在这个接了这个戏的时候呢，那自己也是一个自己没有拍过的，所以对我来说是充满了好奇心。当然呢，在这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老师们、演员们、导演们对戏的理解，他们对专业的追求，也让我看到了很多。所以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学习到了。我不敢说挑战，因为更多的来说还是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我觉得我们看到你在要拍寿晃这个角色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期待。就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很期待它的播出了。你演过古装，演过现代装，然后演过江湖的侠客，演过这个庙堂的君王等等这样的一些角色。但是这个角色让我们会觉得说，又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你。那听完你刚才说到的挑战，我觉得更多的是以学习的心态在一直往前走。那这个挑战有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给我的内心带来很大的充实。自己也是看到这些老师们，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环境？怎么去拍出每一部经典的戏？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感。哎，那刚刚说到的是挑战，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专业。你觉得在入行这么多年，我们看到你在精进演技上，肯定有自己的独家秘籍。平时是怎么打磨自己专业的呢？各行各业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经验。你比如说在这个领域上，坚持了3年或者5年或者10年，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总结出来自己的一些小经验。那比如说我是一个演员，我更多的作品是交给观众去检验的。他们比如说我角色这场戏没有演好，或者我这个角色理解不好，他会给我最真实的反馈和答案。那么同时他是我的老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演的这个角色突然他觉得能打动他觉得我是认真对待，那么其实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自信心。那么我觉得就是我可能总结出来这个方法和理解这个角色是有用的，那我就会更有自信心再去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一直以来是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陈毅饰演的角色或者他诠释的角色能够打动人，就是因为他没有在用一些惯用的一些演戏的套路，而是也是一直本着学习的心态在往前走。其实这都不好说，因为每个演员可能每个演员老师他都会总结出来自己的一些小方法，因为也没有对与错，我觉得适用于自己。就我们老师常常说了，一个剧本一个角色，每个人演出来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善于学习、愿意一直学习的人才会走得更远，对不对？好，我们刚刚听到了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所以你看，这就跟柯润一样，40年专研，神经先案。这份专业的执着，我觉得也是我们代言人和品牌一拍即合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认真。我们都知道你对演戏特别认真，那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认真？那应该是导演喊开始的时候吧。Action 对，导演喊开始的时候，我就立马一定要认真，因为声音老师，你不能说因为自己的不认真耽误了大家。所以这是对，是一直以来我也说了，这个一个戏是大家的。所以你看，认真的人永远会闪闪发光。最后一个呢是安心，我觉得不管是你的角色还是你的本人，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那特别想知道，对你来说，生活里面的什么东西，或者是在什么时候会让你觉得最放松、最安心？好，最放松、最安心。那么今天来到了科润，那其实用科润很安心，但是同时我是开工回家的时候，比如说能回家能吃到，妈妈做的一碗汤啊，或者一个简单的一点菜啊，对我来说就很踏实。收工回家的时候，演好一场戏啊，也很快乐。我觉得降低自己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快乐，也越来越会幸福。这是人生的智慧。而且特别是刚刚看到大家留言，你也会觉得是像大家说的那样，柯润真的很厉害。对不对？因为柯润对我来说，其实也很多年了。因为我觉得他一直来解决，就是因为肌肤问题，可能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当然我希望大家都是有一个完美的肌肤状态。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可能天气太热了，被太阳晒，可能你的那个生物钟就是可能黑白颠倒。你包括饮食的问题，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没办法。比如说我们拍戏也一样，今天可能要拍到早上，可能过2天可能又出早工晚班，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能在科润找到自己适合的产品。我觉得找到自己适合是最重要的。是的，所以我们必须给科润点个赞。好嘞，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这就是陈毅和柯润共同坚持的挑战、认真、专业和安心。屏幕前的大家，如果这4个关键词有勉励到自己的，可以把我们的关键词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那今天首次介绍了柯润的调理修护系列的新品，来，我们首先可以上手给大家试用一下这款爽肤水。
好，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手背上给大家看一下。手背上，哇塞，哦，水水的啊。哎，可以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哎呦，它的这个渗透力很强，是，你看，皮肤感觉瞬间喝饱了水，吸收进去了。对啊。那用完水，我们再来用一下面霜。用完水呢，用什么呢？就可以抹个霜，这就是因人而异了啊。想抹多一点，抹少一点，就抹一个爽肤水，再抹一下这个霜。你看，好，给大家先看一下。哎呦，对，我就可能抹的多一点，因为拍戏抹的多一点，拍戏，希望第二天的皮肤有点那个水水的、润润的。是。它就不会那么干。抹完之后，它是要拍一下，对，一般是这样。我们可以不把它全抹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质地，哦，你看，哇，对，可能如果多了一点，你擦一下脖子也行，或者手也就行，对不对？吸收很快，而且你看，感觉就是清爽滋润，但是好像没有什么黏腻感，对不对？哎，水和霜的这个搭配，感觉是简单又有效。看，真的，全都渗透进去。哎呀，涂完要是手能像你这么白。那可真是太好了，也没有，也没有。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它实际试用的效果以后，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更加的心动了。那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和分析了 MJTI 敏肌图鉴的9种分型，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一套针对油敏皮的调理的修护新品。那最后想问一问陈毅，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直播间支持科润、支持你的朋友说的？刚刚已经说了这么多，也让我对科润有更深刻的了解了。那其实我想说的是，大家如果是在肌肤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你们可以都是，因为科润有不同的产品，大家可以因人而异，通过自己选到自己合适的产品去试着去尝试一下，也坚持一下。好了，我也不说这么多，我也希望大家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多多注意防晒啦，多多注意防暑，也希望大家健健康康，拥有一个好心情。最后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一套产品就是我们的新品，它专门针对的是外油内干的人群的肌肤问题，能够有效解决我们油敏红的问题，所以以后油皮的小伙伴也能安心的选择我们科润啦。无论是哪种洪荒肌，都能够拥有安心稳定的肌肤。是的。那在我们这个让陈毅离场休息之前，我们要特别感谢你今天能够来陪伴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一直陪伴我们的大家。所以最后呢，要请陈毅在我们的礼盒上签名，因为这个会作为我们直播间的福利送给大家。好的。哇，这个照片拍得太好看了。好，来。好，给大家展示一下，谢谢，我们再一次要感谢陈毅。好，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就稍事休息吧。拜拜啦。哇，拜拜。